藏族人从祖先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崇拜石头，这更说明汉藏同源确有依据。Hello， 人家公告三个中文，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感谢大家的支持。来到咱们青藏高原，走在美丽的西藏，各位朋友看到的最多的是什么呢？藏族美女还是藏族帅哥呢？青铜手足的藏汉友谊喇嘛阿加阿啾手上的转马，祈福的人还是转经筒？要卓玛说，见过最多的应该是咱们的玛尼石堆以及玛尼石刻。无论是有人定居的地方，还是大自然环境下，随处可见。很早前，咱们的家乡西藏以及整个青藏高原是一片汪洋。大概几千万年前，欧亚板块撞击，山川都到了大海表面。沿河史不断变形，祖先眼睁睁看着海洋消失，成了现在的样子。沿河史形成了咱们的家园，这样的东西成了民俗文化中的特殊符号。比如咱们藏族的头饰，大多数以珊瑚石、玛瑙石、绿松石为主，这不仅豪晃，也是石头崇拜的孵化形态。古代的西藏始终都存在一种大石文化，这种文化分3种形式，第一种是独石，第2种是石圈，第3是裂石。现在咱们的家乡各地都还有巨石文化留下的遗迹。随着佛学流入西藏，藏族人就流行石刻了，把一个美好的祝福刻在石头上，一颗颗坠成石堆小山。它所代表的含义就是玛尼堆的名字的由来。玛尼堆的名字的由来其实出于咱们的这个6字真言“玛尼边面吽”，玛尼堆的含义也是与众不同的。说起玛尼堆，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尼玛这个词，有人会拿这个来表达骂人的情绪。实际上，咱们藏语之中呢，尼玛是太阳的意思。来过西藏的朋友呢，大部分都应该看得到，在我们的山间、路边还有湖泊旁边，都会看到一些大小不一样的石头堆起来的这种。还有这种玛尼堆的话，它有石头分为2种，一个是玛尼堆，一个是玛尼石。玛尼石的话，就是石头上面画那种6字真言呀，或者是刻那些图案的。咱们的青藏高原从一片海洋变成陆地，就是一块巨大的石头，所以养成了对于石头的崇拜。佛文化讲慈悲大善，后来就在石头上刻了一些佛文。除此之外，还可以在玛尼堆上挂哈达，放上牛头、糌粑、松柏这些我们藏族人觉得好的东西，来为自己和每一位朋友们祈祷。玛尼堆是石头崇拜的一种延续，是咱们的一个文化以及民族的一种信仰。相信善良，这没有什么不好。生活上也要用勤劳才能更好。大家如果看到这种玛尼堆，就在上面添一个石头，或者是按照顺时针绕一圈，口中念6字真言。每一份石头代表着一份祈福。大家在藏区如果遇到这种玛尼堆，千万不要去破坏它，或者是拿走上面的石头。你这样拿走石头，就是相当于别人的愿望落空了哦。后面的这些玛尼堆都是我堆的哦，都是我许下的一些愿望。开玩笑的这些呢都是很多人都一起堆起来的，他们把他们的愿望一个一个的堆积在这里，不管大小都是他们的心愿。其实藏族人不是单纯喜欢石头，它的作用不容忽视。咱们把时间往前推千万年，石头的实用性很适合祖先的生活，用来生产工具，做成武器就能抵御野兽，用来修建房屋就能避免受到寒冷。考古学家们总能出土大量的石器，也说明石头不仅仅是藏族人的喜爱，也是汉人、回人祖先们的心肝。这更说明汉藏同源确有依据。这种祈福的方式呢，是虔诚的，也是朴素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在遥远的青藏高原，美丽的西藏也把所有的祝福送给大家，祝大家扎西德勒。好了，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长按点赞进行强烈推荐，点个关注不迷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这些都是他们制作完的一些藏香，这里真的是特别的香，就是我们那种藏
藏香的香气，这些都是他们制作完的一些藏香。这边呢就是藏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像这些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藏香的一个延伸产品。比如说我们做完藏香以后，我们要用一些点藏香的一些道具。做藏香的时候要采购这些药材的时候，遇到一些这样的一些树枝，然后我们把那些树枝造型好一点的显出来以后，我们做一些点香的道具。像这种呢，就是我们用那个采用的是当地的一些牛角。本来的话，他们就是这个牛角呢，就是不怎么值钱。除了一些他们做一些这个梳子以外，有些造型不好的做梳子也做不出来。然后呢，我们呢就是用这个专门来做这个点倒留香的香炉，然后放在这边，然后香一点，它烟子往下飘，特别的漂亮。像这个呢，就是很普通的一个那个我们到处都能捡得到的一个桃木，然后我们呢就是也是做了一个香，就是像这种呢，就是我们本地随处都可以捡得到的一些东西，但是你把这个经过一些你的思考以后，它那个怎么做，最后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工艺品。今天呢，卓玛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西藏的传统藏香到底是怎么制作的。第一呢，就是捣药。藏香的原材料有10几种，都是藏族生活地区的植物草药。最常见的，比如是藏红花，由于植物们自带的香味，用手工打磨成粉后制作成的藏香的味道浓厚，也有香和自然融合为一体。这个呢就是第2道工序，刚刚捣的不够细，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把它磨得更细。藏香就是它磨得越细，它的品质就会越好。藏香就像是糌粑，在西藏随处可见，伴随藏族人的一生。咱们都崇尚道德与馨香的。屯门三部长发明的藏香，距今已经传承了1200多年。在2008年的时候，咱们的藏香就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把这些草药都弄成泥了，然后现在用这个把它挤出来。它这边有个孔，就是很细。其实卓玛蛮崇拜屯门三部长，他也是藏式文化缔造者之一。除了咱们今天做的藏香，藏蚊子也是他所发明的。现在我们就做一个塔香。刚刚叔叔说，做这种技术的藏香，它也有那种比赛，有高的，有矮的，有胖的，有瘦的。今天卓玛第一次拍摄藏香，带大家了解一下璀璨的藏式文化，希望被更多的朋友看到。藏族姑娘卓玛的目标也是把民俗文化推广给各位外乡的朋友。大美西藏欢迎你！给你们看一下我做的成品，还有这个刚刚我做的这个香塔。太像了。好了，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点个关注不迷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多少？42。藏族姑娘卓玛在西藏吃一碗兰州牛肉面。Hello， 连接公刚3个中医，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今天呢，前面不是我们一起拍了好几个视频嘛，然后他请我吃顿饭，然后你准备我吃什么？面吧，因为我觉得现在有点晚了。那我去吃兰州拉面怎么样？可以。有一家兰州拉面挺好吃的。那我们现在走吧。就是前几天领之来了那个共享单车，然后它就特别的方便。共享单车像我这种晕车的人简直是一定要戴上头盔哦，注意安全。现在已经到了吗？对，就这家真是牛肉面。我要一个那个干拉，对，还有一个牛肉面。有柴的吗？还有一个牛肉。全球一共有超过3000多种的面食，仅仅我国就有2000多种。华夏儿女吃面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全国各地的面食都不同，口味做法都有自己的讲究，也有独特的魅力。它做的面还是筋道的，我觉得。
西藏的人也喜欢吃面，特色面食是藏面，这是藏区独有的美食。就一片肉，但是那个肉都不知道跑哪去。就是肉有点少了，是吧？如果不够的话，就加肉。加肉吗？加个肉吧。可以吗？可以。现在怎么样？可以。就是要加葱的。Nice。西藏的面食种类不多，主要以藏面、还有兰州拉面、四川风味的面，还有陕西风味的面为主。西藏每个地方都有遍布每一条街道，其余地方的面只能说有，但不多。西藏主要以四川人、青海人、陕西人、河南人居多，所以知名的陕西面馆在西藏几乎没有看到。卓玛一直想品尝陕西面条，因为早有耳闻。藏族人最喜欢吃的面条主要是藏面、兰州牛肉拉面、四川面。那你觉得这个兰州拉面和你们的藏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分量不一样。分量不一样。对，因为藏面稍微少一点，而且它的做的原料是不一样的。虽然青稞是西藏的主要饮食，但是藏面并不是用青稞做的，而是用高原小麦。西藏的人喜欢吃面，但面条不是主食，平时在家里还是以米饭菜为主。那你如果在这里安居乐业的话，就是有没有想过找一个当地的女朋友？想过，也只是想过。我觉得吧，对于这方面的事情，永远都是缘分。因为遇到真正喜欢的，我就会大胆的去追，放开手的去喜欢他。帅气小伙对西藏有一种热烈的感情。在上期的视频里面，你说的就是你想在西藏安居乐业，对不对？那如果你在这里买房或者怎么样的话，你最想在西藏的哪个地方？其实，在西藏我去过的地方，有记忆的来说，我去过林芝和拉萨。然后至于其他的几个城市，什么昌都、阿底这些，我其实小时候我妈说过，我跟着他们把西藏其实都跑遍了。所以说林芝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故乡，我更加想在林芝一直待下去。就是一直想在林芝待下去。对，虽然拉萨我也去过，但林芝和拉萨的话，我更加喜欢的是林芝。说实话，我也蛮喜欢林芝的，因为这里空气啊，还有待着挺舒服，对吧？对。那你如果在这里安居乐业的话，就是有没有想过找一个当地的女朋友呢？想过，因为我觉得吧，对于这方面的事情，永远都是缘分。遇到真正喜欢的，我就会大胆的去追，放开手的去喜欢他，不管他是哪里的人。我未来的妻子不管是谁，我也想带着他在林芝买一个房，安一个家。那你有没有了解过林芝的房价呢？有了解过，现在林芝的房价可能就是在5、6千左右，正常的房价。然后一套房子大概都在60、70万吧。应该比那个贵一点。既然你问了我有没有想找过一个本地女朋友，我突然想问你一个问题，是吧？你有没有想过找一个外地的男朋友呢？你猜猜看。那你在西藏待的这些时间里，有没有跟本地的人没有，我有很多藏族朋友，我觉得他们都是人非常好的。不是朋友的，我也会觉得他们很热情，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跟他们待在一起感觉会比较轻松。因为我觉得吧，一个人的心理还是最重要的，只要你对对方没有恶意，别人也不会对你有恶意，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喜欢林芝？因为在这边待着，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方面会让我有不舒服的地方，因为藏族朋友也多，都是非常玩得来的。我想问，就是你如果以后遇到一个藏族朋友的话，你会不会建议你们是因为语言沟通还有什么方面的习俗啊这些都不一样？对。
这跟我之前所说的一样。其实对于我的想法就是，我如果真正的遇到喜欢了的人，那些自然要考虑，但是我会去克服，努力的去追到他，不管他是哪里的人，不会放开手去追。作为当代年轻人的思想就是要勇敢。虽然有很多要考虑，但是只要足够真诚，都要为了幸福努力追求。